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学校对世界上第一个先进的文明教的那么少，或者根本不教？特别是当它传播了这么多我们今天仍然在使用的东西。苏美尔位于美索不达米亚，也就是现在的伊拉克。为什么围绕着苏美尔这么多神秘的故事？毕竟这是我们正在使用的一些知识，基于月球周期的现代日历，用于测量时间的几何学的技术系统，车轮、犁、灌溉系统，如水坝和运河、帆船。他们甚至会说第一种已知的语言，最重要的是他们留下了最早的文字记录证据，这是为人类留下的很多智慧贡献。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多谈谈这个明显先进和有影响力的文明呢？把这些点联系起来，你就会发现为什么这种遗漏可能是故意的。苏美尔人在创造许多先进系统方面是准确的，但我们却把他们的人类历史当作单纯的神话来看待，这又是为什么呢？如果我们对他们的书面历史和对他们的发明给予同样的信任的话，我们将讲述一个完全不同版本且开个脑洞的起源故事。我们会更多的考虑我们的未来可能是什么，所以让考古学家们继续辩论人类的历史和进化。如果你去找源头，这就是第一个记录历史的文明对我们过去的启示。但在我们开始之前，一定要点击那个按钮并按响通知铃，以获取更多视频。1849年，一位英国考古学家在苏美尔发现了14块泥板。今天，这些是已知最古老的著作，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4世纪。虽然它们上面的故事与其他古代著作中的许多内容相同，他们对你看到的其他古代圣典进行了新的诠释。虽然他们提到了一个万物之父，或者某种至高权力的存在，碑文说创世纪、伊甸园、亚当和夏娃的创造者是我们的多神教神灵，其他世界的生命，或者只是最直接地说他们是外星人。前2块完整的碑文解释了他们是谁以及他们来自哪里。碑文3谈到了在地球上的6天创造和定居，后来他们解释了人类是如何被这些生物在基因上操控的，而不是随机演化的，甚至苏美尔人给我们的技术也来自于这些生物。现在有兴趣进一步了解苏美尔人对我们的历史的说法吗？下面是14块石碑中的部分传说，以及他们与其他古代资料的相似之处。根据苏美尔人的碑文，44万5千年前，他们所说的创世神来到了地球。地球上唯一的居民是野生的、未经驯化的动物和人类的最初祖先。这些外星生物被称为 Anunnaki， 意思是那些从天上到地上来的人。Anunnaki 居住在一个叫尼比鲁的遥远轨道上的星球上，它每隔3600年才进入我们的太阳系。他们描述尼比鲁的直径是地球的许多倍，丰富的氧化铁使其河流和湖泊呈现红色。现在，关于 Nibiru 的一个侧面说明。根据碑文，尼比鲁的大气层开始恶化，变得对生命充满威胁，而为了恢复它， Anunnaki 需要一个重要的元素进行修复——黄金。现在，这里有一些有趣的事实。有证据表明，金纳米粒子可以用来修复我们受损的臭氧，它可以屏蔽辐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 NASA 在其空间站上使用金箔。虽然 NASA 目前知道太阳系中有8颗行星，对于第9颗行星有很多猜测，第9大行星可能就是我们失踪的超级地球。现在对这个行星的重力足迹的探测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在2017年10月 NASA 发表了一篇名为《我们的超级地球要回家吃饭了》的文章，提出了多种证据证明第9行星确实存在。如果你要排除这种解释，想象9号行星不存在，那么你产生的问题就比你想解决的问题多得多。显然，在我们的太阳系中还有可能发现另一颗行星的存在，那么这颗行星就是传说中的 Nibiru 行星。现在，当 Anunnaki 到达时，他们能够活到几十万年的时间。他们创建了一个采矿定居点，他们称之为埃里都 Erid 地球站1。他们位于波斯湾，由一个名叫恩基的领导他们。这些碑文传达了王权从天而降后，他就在埃里都。这些访客并不孤单，他们带来了另一个外星种族，他们被称为 Igigi， 作为他们的奴隶使用。1级人被认为是低等民族，他们通过开采黄金为阿努纳奇人服务。随着文明的发展， Igigi 人忍受着 Anunnaki 人的压迫性劳动，
而这些故事与公元前18世纪的巴比伦石板碑文一致。碑文写道：当众神像人一样，吃苦耐劳，背负重担，神的担子重，劳苦重，麻烦多。伟大的阿努纳奇正在让 Igigi 承担辛劳。许多世纪后 ，Igigi 人反叛了，误以为他们可以打败这些压迫他们的主人。他们的失败导致几乎完全消灭了他们的种族，让 Anunnaki 没有了一级人为他们工作。尼比鲁的统治者阿努命令他的儿子恩基对新的奴隶种族进行基因工程，创造一个有足够的智慧来完成复杂的工作，但他们仍然在为 Anunnaki 服务。他的实验在阿特拉哈斯中得到了详细的叙述。因此，许多独特的生物被创造出来。恩基终于成功实现了他的目标，结果是地球上的穴居人、直立人和 Anunnaki 种族之间的基因杂交。我们称这种混血儿为智人 Homo sapiens。碑文称第一个人是 Adam， 在希伯来语中，亚当的意思是人。阿努纳奇让智人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矿场和其他地方工作。闪族语 Avod或崇拜，字面意思是为之工作，因此原始人没有选择，只能来敬拜他的神。根据这些 Anunnaki 的象形文字和文本，我们知道他们生活了好几个世纪。与智人相比，他们是巨无霸。现在因为他们生活的主要目的是为 Anunnaki 服务，作为回报，智人接受了社会技能、学术和技术方面的教育。所有这些在泥板石碑上都非常清楚。新的人类奴隶是不育的，但随着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他们被重新设计，以便他们能够繁殖。这后来导致了人口过剩，然后许多人类被放逐出安全的城市，引起了伊甸园的故事和因生育而被逐出天堂的故事。人类如何进化得更聪明？一些 Anunnaki 领导与这些人类交配，这些被禁止的种族间的结合所产生的孩子，被称为拿非利人 Nephilim 或古代的巨人。碑文说，这些做法激怒了恩利尔。恩利尔当时是 Anunnaki 的领袖，他也是恩基的兄弟。恩利尔想确保没有人类会获取权力，利用他们的科技统治和破坏尼比鲁星球。长时间的自然发展杂交增加了这种风险，但这是他无法控制的。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里，人类的人口不断增加，只是为了遵守自然界的人口控制计划。在其3600年的一个周期中，尼比鲁的轨道对太阳和地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尼比鲁在科尔布林中也被称为毁灭者。这是一本在苏格兰发现的古代福音书，在圣经文本中被省略了，就像死海古卷那样。他写道，人们忘记了毁灭者的日子，只有智者知道他去了哪里，并知道他将在指定的时间回来。毁灭者，它的颜色明亮、凶猛、不断变化，是一个不稳定的外观、猛烈的火焰体。碑文描述了一个灾难性的事件，它发生在尼比鲁接近地球的时候。他说，首先，太阳的表面出现了黑点，地球的磁场减弱，温度上升，冰原开始融化。这一事件我们称之为洪水或大洪水。他还写道，在洪水日之前的日子里，地球发出隆隆声，呻吟着，仿佛在痛苦中。在灾难发生前的夜晚，在天上，人们看到尼比鲁是一颗闪亮的星星。根据碑文，恩利尔将即将到来的灾难视为一个机会，以摆脱地球上的人类。这是一个将地球上的人类进行清除掉的机会。他回到了尼比鲁，但许多 Anunnaki 选择留下来。他们目睹了地球上的洪水和破坏。他的天空之船绕着地球旋转。他写道，然后白天一片黑暗，到了晚上，月亮就像怪物一样被吞噬了。大地开始颤抖，因为有一种力量，以前不知道它被震动了。在黎明的光辉中，一片黑云从地平线上升起，晨光变成了黑暗。然后雷声滚滚，闪电照亮了天空。在那一天，在那个令人难忘的日子里，洪水以咆哮开始。在那一刻，南极的巨大冰层相撞，落入海洋，这将在各地产生海啸，向北到非洲东南部的金矿，朝西继续向北，直到它到达并淹没了伊甸园市。地球上最早的 Anunnaki 定居点之一，现在位于今天波斯湾下游的某个地方。恩基目睹了这场大灾难，他同情他的创造物，私下指示他所选择的人，准备以后重新建造伊甸园之城，
吩咐他们在山顶建造船只。在这些为数不多的人类中，有一位英雄叫朱苏德拉 Sudra， 他就是我们知道的诺亚和他的家人。一场巨大的暴风雨开始了，大雨倾盆，潮汐继续席卷地球7天，直到它最终停止。但大雨又持续了40个昼夜。大洪水的故事几乎在我们星球上的每个文明中都有记载。从格陵兰岛和南极洲采集的冰芯样品说明，在上个冰河时代的高峰期，当时的海平面比今天低129.54米。更重要的是，有明显的迹象表明海平面在迅速上升。洪水过后，开始重建一个新的太空港。这段文字描述了 Anunnaki 如何根据星星的位置来制作他们的建筑。他写道：让平原的心在天堂里映照。一旦恩基接受了这一点，来自远方天空的恩利尔就进行了测量。事实上，现在被质疑的金字塔要比最初确定的年龄大得多。金字塔的位置都是与星星一一对应的。当 Anunnaki 人最终离开地球时，他们的影响已经达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从美索不达米亚到印度，再到南美，到亚洲的女娲传说。在他们离开之前，他们赋予了人类苏美尔文明，这在当时是非常的先进。作为一种突然出现的成熟和高度组织化的文化，它不知从何而来。Anunnaki 教会了苏美尔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既定的君主。有趣的是，国王们将作为他们在地球上的使者，按照古代的原则来统治人民。王室血统被 Anunnaki 在基因上操纵了。这反过来又可以解释贵族们对跨阶级繁殖的强烈反感。有些人猜测， Anunnaki 通过这种选择性的贵族繁殖，欺骗性地控制了地球上千年的时间。还有人猜测，正如碑文所示，尼比鲁可能再次接近我们的星球，然后 Anunnaki 会回来，恢复对他们创造的奴隶种族的统治。这可以解释围绕苏美尔历史记录的保密性。不管怎么说，3600年已经接近一个新的周期了。所以现在你开了脑洞，知道了古人对我们的起源所揭示的内容，也许你想决定做些什么。但是在决定之前，一定要点击那个按钮，并按响通知铃，以便于我们开更多的脑洞和获取更多未知的内容。感谢您的观看。